曾经我亲手布下塔门上的金质阵纹，并无开启的痕迹。塔内有仙丹妙药的传闻，定是神魂仙宫凭空捏造。莫非玉树给我留下了什么？玉树恭迎主人。玉树，你在哪儿？玉树，太好了！不朽说你神魂俱灭，原来你还……这只是玉树的影像，正如不朽所言，他真的死了。主人，当您看到玉树影像的时候，玉树已经不在了。玉树知道，普天之下只有您能打开镇魔塔的禁制。镇魔塔开启之日，必定是主人来了。玉树很遗憾，不能再陪主人征战了。主人，洪荒、蛮荒两族巨神们尚能使用的神兵，都收在了宝塔6层。待您将来重返神界，再将这些神兵交给两族的后人，他们都隐匿在鸿蒙神界的诸神凶渊内，等您带领他们复仇。还有玉树降临天罚大陆前，将自己的一缕神魂封存在诸神凶渊的镇渊神碑内。诸神凶渊，诸神凶渊！不仅两族后人在那里，玉树留有一缕神魂在镇渊神碑内。太好了，玉树，主人一定会让你复活。有了这些神兵，将来就能带领洪荒和蛮荒两族的后人征战诸天。只有等将来灭了神魂仙宫，再将镇魔塔和生命之树一起收走。谭云，塔内有神丹妙药吗？1层塔内空无一物，2层塔门的禁制，以我目前的阵术造诣，根本打不开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即刻前往传承古井吧。好。徐思思和汝烟尘都带着灵兽，拓跋梦守在传承古井，想必也有灵兽助阵。无妨，拓跋梦只是一名弟子，汝烟尘可是少主，即便他也有灵兽，也不会比金焰麒麟更强。老袁足以应对。我现在担心的是，他们若活着回到神魂仙宫，必定会指控我带老袁进入诸神战场。届时，诸葛宇和汝烟无极定会趁机发难。雪夫，他们不也带灵兽进来了？在人家的地盘，我们是辩不过他们的。子言，谭兄弟，看来我们要想方设法将他们全部灭口了。汝烟尘还是不能杀，否则会彻底激怒永恒仙宗。与我宗目前的形势不利，为今之计，我们要尽快赶到传承古井，将汝烟尘之外的其他人都除掉。若他们不在传承古井呢？那他们很有可能兵分2路，分别前往2座时空仙山，确保有人能返回神魂仙宫。若当真如此，那就难办了。如何？主人，方圆3万里内空无一人。那我们直接沉入水下。诸位都打起精神，汝烟尘和拓跋梦等人不在地面，也很可能在湖里受缚。好。太诡异了，这湖里居然没有任何活物。不必惊慌，湖水里混合了诸神的血，这才导致妖兽不敢靠近。原来如此。主人，东方2万8千里处有一个深渊，过去看看。传承古井就在这深渊底下。主人，一路上俺都没发现有任何人潜藏，此地同样空无一人。显然汝烟尘和拓跋梦已经离开了，此禁制只有修士能进，必定是亘古时期的邪神所布置。以你们现在修炼的功法，无需其他任何传承，就不用进去了。好，老袁，你在外面保护他们。是，主人。谁想得到诸神的传承，都随我来。
啊！只有灵魂强大的炼魂境修士，才有资格进入传承古井。我们通过了神的考核。血祭重生神鼎，你们能进入传承古井是你们的造化。现在，你们都登上神鼎，然后剥离出一缕灵魂，献出一些血液，融入神鼎中。本神便根据你们属性，赐予相应的传承。是前辈。你们这些卑微的蝼蚁，竟有如此强盛的精血！待本神将你们血液炼化，再炼化千名如你们这般精血强大的炼魂境修士，本神即可彻底重生。那些得了传承离去的人，不过是本神故意放出去的诱饵。果然是邪神的阴谋。所有人即刻割喉，然后掉入神鼎内。该死的蝼蚁！你竟然躲过本神的控神术，受死！区控神术不足挂齿。区控神术不足挂齿，你这个畜生，为了重生，竟然诱骗那么多炼魂境弟子前来送死，如此惨无人道！今日我就毁了你的血祭神鼎，让你慢慢等死！你究竟是何人，竟能认出血祭神鼎？不过，你认出来又能如何？你应该知道，血祭神鼎乃是神器。凭你区炼魂境的蝼蚁也想毁掉？我昔日与混沌始源齐名，你再说说，我能否毁了你的血祭神鼎？你是轮回万世的鸿蒙至尊。不错，可惜你现在无法离开血祭神鼎，杀不了我。至尊大人，只要您发誓，不将小神的图谋外传，小神便任您离去；否则，小神自毁血祭神鼎，跟你同归于尽。你应该清楚，神器毁灭的威力足以让方圆300万里的一切全都灰飞烟灭。血祭神鼎器灵已死，算不上真正的神器，自毁的威力最多摧毁方圆30万里。即便如此，你也绝不可能短时间内逃出这片范围。至尊大人，您别无选择。好，我发誓，今日必定灭了你！我已经布下禁制阵纹，3个时辰后才会自毁，你就等着灰飞烟灭吧！休想再祸害天罚大陆！可恨，只差万年便可重生，今日却功亏一篑。鸿蒙至尊，只有3个时辰，你根本逃不出去，你也会跟本神同归于尽。谭云，怎么回事？待会儿再说。诸位，3个时辰后，传承古井将会爆炸，赶紧逃，快！姐夫，究竟出什么事了？3个时辰后，诸神血河方圆30万里的地狱将会彻底毁灭。我们若没能逃出这片范围，必将尸骨无存。如此短的时间，我们如何逃到30万里以外？老袁，把体型变到最大。是。诸位，抓紧时间，让老袁带我们逃出去。
500里，我们就能逃出去了。可惜，没机会了。谭云，能和你死在一起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只可惜，我没能和你拜堂成亲，没能给父皇报仇。我不会让你死的。老袁，停下！所有人都蹲在一起，快！全都闭上眼睛，没我的命令，谁都不许睁开。老袁，交给你了，顶住！主人放心。诸位，可以睁眼了，已经安全了。太好了，我们活下来了。谭兄，方才你究竟施展了何等神通？莫非将我们从地上转移到空中，就能幸免于难？并非如此，而是下面的荒原消失了。此等强度的毁灭力量，不论天上地下都逃不掉。万幸，我们地处边缘，威力薄弱。我在祭出师父曾赐予我的一件防御法宝，这才逃过一劫。谭兄弟，你屡次救我和心仪，多谢救命大恩。多谢救命大恩。诸位不必客气，距离试炼结束还剩4个多月，我们要抓紧时间生擒汝烟尘，将其他人全部留在诸神战场。诸神战场有2座时空仙山，我们兵分2路。老袁带你们去西边那座，我独自前往北边那座。不行，你孤身一人，万一遇上有灵兽助阵的拓跋梦，你就危险了。谭兄弟，我有一策，请讲。现在距离试炼结束为时尚早，我们何不同行前往其中一座时空仙山，再让众人分散搜寻敌人，一旦发现他们的踪迹，就用我们符脉的万里传音符通知你。皇甫兄，此举我早就想过了。诸位若是散开，必定有人遭遇敌人而丧命，我不能让你们以身涉险。倘若真有人遭遇不测，他们就暴露了行踪，我们才有机会活捉汝烟尘，为其他弟子报仇。谭师兄，你甘愿独自冒险，我们也并非贪生怕死之徒。我同意皇甫师兄的策略。就依皇甫兄所言，我们先去西边的时空仙山。这可是你自己送死，本少主就成全你。谭师兄，汝烟尘在东面20里的丛林。少主，他就是冲我们来的，赶紧离开此地。